文殊菩萨竟然是燃灯古佛的师父，释迦牟尼的祖师。根据《佛说放波经》记录，佛祖曾亲口向众弟子承认道，文殊菩萨对自己其实是有着教化之恩的。那么，这个来头如此之大的文殊菩萨究竟有多强？他又为何没有成佛呢？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文殊菩萨降生于一个大千世界中，在现代人的眼中，大千世界所指称的是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可实际上，在佛教看来，大千世界是一个因缘可以无限生成的婆娑世界，和普通人生活的世界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根据《文殊师利波涅盘经》记载，文殊菩萨初到人类世界的时候，选择的是佛陀时代的舍卫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家，其他婴儿出生都是从母亲的子宫中出来，文殊菩萨却意外的从母亲身体的右边出来。他一降生，整个房子顿时就变作了一个超大的莲花护着他。与此同时，文殊菩萨浑身透着紫色的光，四肢非常健全，刚一见到人的样子就能开口说法。这降生现象放在如今也肯定是个撼动世界的大人物。除此之外，文殊菩萨降生地的周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不说天空突然降下了绵绵的细雨，又是地上猛地涌现出了很多的粮食，而原本储藏粮食的仓库也变成了金库。总而言之，你能想象的所有祥瑞都在文殊菩萨降生的这一天出现了。因此，佛教认为文殊菩萨乃是具有最大加持能量的菩萨。既然如此，文殊菩萨整个的修行过程也就相当顺利，年纪轻轻就参透了世间法则，到了成佛的地步。本来文殊菩萨是可以直接成佛的，但是由于他降生于大千世界，看不得人类沉溺于自己的世界，经受着水深火热的考验，于是在成佛与解救众生面前，文殊菩萨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称号更高的佛，而选择了更低一级的菩萨称号，自动给自己降级之后，文殊菩萨就在世间行走，为众生排忧解难。由于他是具有最大能量加持的菩萨，因而他就能不断的变化自己的外观。因而在佛经中常常见到这样的说法，文殊菩萨有的时候会化作小孩的模样，与出生小孩闹成一团，有的时候也会换作年迈老人，四处去祈求粮食。在这一过程中，文殊菩萨真切地领会了人类在世间的苦难与艰辛，也在以实际的教化感悟人们。也正是因为如此，文殊菩萨才获得了除佛法之外的人间智慧。他将这些智慧融合在一起，最终又传回给佛教众人。在《妙应莲华经》的记载中，日月灯明如来转世为一国王时，生下了7个儿子，这7子后来拜了一位妙光菩萨为师，后来这7人全都成了佛，最后一位就是燃灯古佛。而据说这位妙光菩萨就是文殊菩萨，因而在佛教中，文殊菩萨其实又是万佛之母。所谓文殊本就是智慧的代名词，在佛学文化中，文殊菩萨到底有多强？据佛经记载，他竟然还是如来佛祖的师祖。可菩萨怎么会比佛的辈分还高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悲华经》记载，早在如来佛祖也就是释迦牟尼还没成佛的时候，文殊菩萨就感应到了释迦牟尼身上特有的佛性，于是为了不错过这个习佛的好苗子，文殊菩萨直接找到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释迦牟尼，打算让他一朝放弃尘世，走向修佛之路。那么文殊菩萨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呢？办法很简单，当时的释迦牟尼还只是个凡人，凡人最怕的莫过于面对死亡，于是文殊菩萨就特意让年轻的释迦牟尼在一瞬间看到生老病死的流转。释迦牟尼看到之后就非常震惊，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凡人的一辈子不管纠结什么财富权利，最终都得走向死亡。于是参透人生真谛的他果断地选择了求佛，力图将来传道，让人们放下不该有的执念。释迦牟尼的结局想必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明白。或许没有文殊菩萨，释迦牟尼也总会在哪一天感悟到人生的真谛，转而求佛。但重要的在于文殊菩萨让这一进程加快了。不仅如此，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后也是经常受到文殊菩萨的教化。当然，由于文殊菩萨在此前已经给燃灯古佛传过道了，因此他只能做释迦牟尼的祖师。毕竟就大智慧这一方面来说，整个佛教如果文殊菩萨敢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法华经就曾盛赞文殊菩萨的智慧，说他是在修成无上佛法之后，又在人间参悟了几百万年，才涅槃重生为眼下的文殊菩萨。这也是说文殊菩萨就是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见证者。
者，一切无上的智慧均在文殊菩萨这。试想一下，若一个人通晓过去几百万年的事情，还拥有无上的智慧，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这也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可能成为他的干扰。所有的苦难在他眼中都有可以化解的办法。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无所不能。举个例子，文殊师历千臂千波大教王经记载了文殊菩萨为世人许下的10大愿望，其中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众人能够尽可能被满足心愿，在得到满足之后，褪去尘世的俗气，走向这个习佛的道路。回想一下，在大多数的佛经中，是不是都会强调人们必须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欲望，才有可能不被这个欲望所困住？但是文殊菩萨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主张让人们的欲望得到基本的满足。当这一基本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会向善。换言之，文殊菩萨其实是不大主张去违背人的本性的，相反，顺应本性的发展，或许能够换来不同的结果。试想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在上班的时候，肯定就想着放假，可是真要是一直放假，人还是会觉得无聊，闲不住的。因此，就冲着文殊菩萨这个大智慧，在许多寺庙中，人们就会专门供奉文殊菩萨的佛像，甚至是专门为其开设文殊殿。文殊菩萨为何被称为万佛之母？他的实力到底有多逆天？从文殊菩萨在五台山一次点化高僧的事件中，我们或许可以窥之一二。在我国佛教的历史上，文殊菩萨一般被称为寒山大师，常年在五台山接引众生，甚至还会出现1000个人来拜文殊菩萨，800个人自行离去，200个人成为信徒的情况。其中，明代高僧的寒山大师就声称自己曾经受到菩萨亲自指点。30岁之前，寒山大师还在五台山修行。修行过程中，他连续3天都梦到一个奇怪的人。在3次梦里，都有一个僧人找到寒山，说这个文殊菩萨正在北面的台子那儿设置了浴室，让他赶紧去沐浴。寒山大师也没有多想，就跟着僧人去到了北面的台子。当时屋内正飘来一股奇异的香味儿，伺候洗澡的人都长着一副梵僧的面貌。正当寒山大师脱完衣服进入浴室的时候，他猛地发现有一个女子竟然也在浴室里。顿时寒山大师心中涌起了一股厌恶感，他连忙从这个池子里起来。浴池里的女子见寒山大师起身要离去的样子，于是就起身露出自己的身子。寒山大师这才发现这竟然不是一名女子，而是一名男子。于是大师又回到了浴池，在洗澡的时候，大师感觉那浇灌自己身体的水就好像植入了自己的五脏六腑，冲刷掉了那些肥腻的东西。没过一会儿，就有人端着茶点来了，其中有一个像骷髅一样的西瓜。大师定睛一看，发现里面都是人的脑髓，觉得怪恶心的。然而范僧却用自己的手指剜了一块，问大师：“这难道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随即就一边吃一边剜，自顾自的就把脑髓都给吃掉了。还没等大师反应过来，范僧就跟其他人说道：“可以把血水给他喝了。”大师接过来喝下之后，顿时就觉得那些血水都从自己的毛孔里流了出来。从梦里醒来之后，寒山大师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十分透亮，毫无隔阂。后来他才领悟到，梦里的梵僧就是文殊菩萨，而这场梦正是文殊菩萨在点化自己。自己觉得恶心的骷髅，文殊菩萨却可以面不改色的吃下去，甚至吃得津津有味。究其原因，还在于在文殊菩萨看来，这些骷髅和世间最美味的食物其实没什么不一样。而经由文殊菩萨点拨之后的寒山大师，也开始借助自己通透的视野去关注世间万物。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文殊菩萨本身拥有极大的智慧，才有可能去教化如此的佛和大师。因而在佛教文化中，文殊菩萨的地位其实是和其他神佛都无法比拟的。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